按照我的手势，你便可传送。乃须，多谢。谢晨，你没事吧？我怎么会在这里？你不记得了？难道我又被暗族附身了？考虑好了吗？只要你告诉我混沌珠的下落，我便会替你打开万仙阵，让那肮脏罪恶之地化为炼狱焦土，以偿你多年之恨。很简单的交易，不是吗？你究竟是何人？为何能打开万仙阵？万仙阵乃混沌之力所设，多年来力量已十不存一，只要在恰当的位置施以恰当的步骤，便可将其击破。遥想当年仙盟设立万仙阵之时，我曾有幸一见，因此知道破阵法门所在。当年，6000年前，不，你甚至不止6000岁。不过这些已与我无关。混沌珠已经毁了，毁在了高凤许手上。混沌珠是神物，不可能损毁。你我都没有多少时间，就不必浪费在这些废话上了。信不信，随你。好，当日镜花宫星辰留到最后的一共有5个人，你们都知道混沌珠的下落，对吧？你不告诉我也没关系，你并非是我唯一的选择。行了，我该去行我的计划。桑启，你我毕竟同盟一场，你死后，我想我会怀念你的。这个何宪我到底是什么人？他为何会知道开解万仙阵的方法？当年凤香与乾光建立万仙阵时，他就在一旁窥探，因此他窥得了建立万仙阵的步骤和法门。这怎么可能？建万仙阵是6000年前的事了。错！这世上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。是万仙阵结界破损，我需速去修补。若万仙阵真的打开，仙盟能应付得了吗？镜花宫与玄天门在之前的战斗当中元气大伤，如今群龙无首，自是无力应对。听说碧霄宫仅内门子弟便有5000之多，外门修士更是过万，想必他们尚可以战。碧霄宫，他们只会顾全自己，这一次大抵不会全力对敌，又如何指望得上？灵居岛本身就是嫡系，如此说来，能背水一战的岂不是只有雍雪城？面对灵族和暗族的联手进攻，即便是雍雪城，到最后也会是强弩之末。这一战，仙盟凶多吉少。
那公子为何还有闲情在这里画画？我也是在按照自己的计划行事。此次万仙阵并非外部破裂，四世结界被打开了。若裂隙不断增多，被暗族发现，他们定会不顾一切代价倾巢而出。仅凭你我2人之力，恐怕难以阻挡这浪潮之势。我今暗域一趟，就算不能阻止桑奇，也能为修补结界争取一点时间。你已叛出暗域，他们是不会对你留手的。这么多年，桑奇从未真正想置我于死地。经过素宁熙一事，我更知道他并非无情无义之人。谢雪晨，这人间我陪你守护，你愿意相信我吗？万事小心，我补完万仙阵便去找你。嗯。师父，师父，何幸我破了万仙阵结界，暗族异动，让他们停下吧。事到如今，他们不会听我的了。他们只尊强者，一向如此。雾心水终究是结了。你同我一样，如飞蛾扑火般，将自己的心交给了人族。但你比我幸运些，与我也终究不同。告诉我，为什么要回来？就不怕我杀了你？又或者，将你的身份告知他人？因为我在赌，你是我在这世上唯一能感受到亲情的存在。我赌，你对我也是如此。我赌你不会真的害我。我赌你会愿意帮我。师父很高兴能听到你说这番话。可师父，你就回不了头。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！为师一生崎岖，即将走到尽头，但你还有选择的机会。师父，祝愿你前方的路一路坦途。师父。师父。
耳朵呢？你醒了，口渴吗？喝点水吧。你饿了吧？吃鱼吗？你是谁？想要干什么？我想要干什么？你我在林中偶遇，是你把我抓过来的，你忘了？我是镜花宫弟子素宁熙，你把我抓来，不就是想让我帮你疗伤吗？我是灵族，你为何不杀我？我是通风报信。我为什么要杀你？你好奇怪。你的伤口在渗血，我帮你处理一下。你伤得太重了，今日我已经力竭，得休息一晚才能恢复。原来只是睡着了。没想到你救下这只兔子，就是为了吃它。好香啊！兔子这么可爱，果然很好吃。你不觉得残忍吗？可我也得活着呀。为了活着，就可以吃别的生灵。若是我为了活着要吃了你呢？那你最好动手快一点，我怕疼。还有呢？还有啊，多撒点孜然，比较香。我怀疑你不是人。我还怀疑你不是狼人呢。哎，我说我要吃了你，你就不害怕吗？不恨吗？你也只是为了活下去而已。不，我是灵族中的半妖，我生来有罪，我邪恶，我嗜血，我残忍，我冷酷。天道之下，各族各类，又有什么区别呢？我跟你说啊，草木为了生长会破开岩石土壤，兔子为了生长便需吃草木，兽类吃肉，人亦吃兽。然而，纵然是世间最强大的生命，也终有一死，埋于地下，成为草木生长的养分。万物生来自有意义，天道无关善恶，无关强弱，而半妖的存在是天道赋予的意义。对生命的轻视，非天之道，是俗世之道。我们人族为了活下去，也需要吃掉许许多多的生命。被我吃掉的这只兔子，和被你吃掉的我是一样的。但我会尊重每一个被我吃掉的生命，
哪怕它做的再难吃，也不能浪费，不能辜负每一个生命的付出。所以，虽然害怕被你吃掉，但我也不会恨你。或许，这就是我遇见你的意义吧。桑琪，遇见你我真的很开心。你可能不知道，其实你很温柔。这里是我们曾经相约一起离开的地方。这么多年过去，还是很美，对不对？这把剑是我们相爱的见证，也是我们误会的见证。那些快乐、悲伤、痛苦、怨恨，时至今日，也该放下了。于轮回之间找寻你的脸，若心中的泪无人发现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杀戮，可否还不知疲倦，但我终究不是个好人。心有所念，痴情人不必问长路多远，为爱身披因这一腔怨愤，这些年为盼桃花千朵，陪你那一天，望那一个人一双梦，再别无所恋，都是我的错。若我当初能信你，我们就不会分开，你也不会受那么多的苦。于轮回之间找寻你的脸，若心中的泪无人发现，可否还不知疲倦？因心有所念，痴情人不必问长路多远，为爱身披风雪，穿越流年，不负遇见，为盼桃花千朵，陪你那一天，凝望那一个人一双梦，再别无所恋，此生无忧无怨，陪在你身边。
桑琪，为爱身披风雪，穿越流年，不负遇见，为盼桃花千朵，陪你那一天。凝望那一个人，一场梦，再别无所恋，此生无忧无怨，陪在你身边。桑琪，我最喜欢你了。师父，我们半妖生来被人嫌恶，没有生辰，没有姓名。我被遗弃于歧路的扶桑树下，故自名桑琪。你是逢魔时刻的玄灵花，便叫穆玄灵吧。今日收你为徒，从今往后，暗域便是你的容身之处。灵儿，10年前在明月山庄，我之所以会注意到你，是因为我在你的身上看到的是我自己。若是我和宁熙有一个孩子的话，应该也如你这般吧。现在不是伤感的时候，还有重要的事情等着我去做。谢城主，玄天门收到苍长老传信，特赶来支援。万仙阵即将彻底破开，已到了无法修复的地步，暗族生生不灭。若被他们冲出万仙阵，必将斩杀不尽。如今之计，唯有冰封虚空海，方能从根源上阻止暗族复生。封印虚空海并非易事，需要消耗巨大的灵力才有一线机会。若尽我毕生灵力，便可一搏。有劳尊者继续用炎咒控制结界，我这便进暗域，封印虚空海。城主小心！灵族已经攻入城中，将所有的灵奴处死，一个活口也不要留。公主说了，把他们关进地牢，严加看管就可以了。若他们勾结灵族暴动，我们都得死。动手！谁？你是谁？给我！你们自由了，只不过你们想要这来之不易的自由再也不会消失，还需要大家帮我一个小忙。我带来的灵族将士们已经冲进城中，只要诸位愿意跟我联手，我们便可里应外合，彻底摧毁碧霄宫。玄灵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看来你我心意相通，赶来此地都是同一目的。若我没有来此处，你是不是又打算不顾自身，耗尽灵力封印虚空海？如今万仙阵将破，只有这样才能阻止暗族。或许还有更好的办法。师父死了，但他将灵丹留给了我。他的灵丹凝聚了虚空海万千魔气，又有玉阙宫加持，说不定可以暂时封印虚空海。
若用玉阙宫净化桑气灵丹，将魔气化为灵力，便可封印虚空海。万仙阵受损，天赐良机呀！不如先踏平人族，再来争这霸主之位。暗族众将士听令，出发！看来暗族已经发现万仙阵破损，姐姐恐怕撑不了多久。开始吧。屠灭仙盟，夺取人间。静心，除念，守住结界。你是叫你大人走吗？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成婚这么多年，我可是一点好处都没捞着，还天天受委屈。你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这笔交易我可就亏大了。1条命值钱还是2条命值钱？这笔账都不会算。有些账可不是这么算的。小心！早知道就不该醉心于生意了，该好好修炼。不过是一场交易，那么认真做什么？如果不只是交易呢？傻瓜！姐娘，娘，生搀好你娘。此次灵族来势汹汹，非比寻常，一定是出事了。我这就去海西各派问问看到底怎么了。可惜你们没有这个机会了。江离，修仙阁勾结暗族，戕害同类，究竟意欲何为？傅元廷，仙盟设立剑灵司，肆意戕害灵族的时候，怎么不见你抱不平？修仙阁只是在修正这个世道的错误，而你们都是错误的一环。剑灵司是为了限制那些危害人族的灵族而设立的。碧霄宫被选为秩序的维持者，历代掌管着剑灵司。虽说限制了灵族的少许自由，可也维护了这么多年来人族与灵族的相安无事，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？好事。看来段长老并不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。那我倒想问问，人族歧视灵族，肆意的杀戮镇压，难道就是说人族天生比灵族高贵吗？碧霄宫如此，镜花宫如此，仙盟亦是如此。表面光鲜亮丽，实则内里早已烂透了。如果不彻底毁掉，灵族何来未来之说？江离，我们可以谈谈。你带阿普不错，
我不想杀你。让开！生儿，生儿，快起来！阿爸，到爹这儿来。坏人，你才不是我爹呢！我爹在副仓里是世间最有钱的小士。我娘亲说爹爹温柔善良，但人呢，才不像你这样呢！你是仓离？爹，你知道傅仓离啊？他究竟是谁啊？他怎么，你不敢说了？那我帮你说，曾经碧霄宫的少主，你傅元廷的兄长，我的父亲傅承周是怎么死的？如若当初不是因为碧霄宫阴谋之乱，你杀兄上位，致使我娘带着我更名改姓，颠沛流离，怎么会有今天的江离？爹，他说的都不是真的，对吗？这就是事实，对吧，傅公主？不对，当年杀人夺权的是傅承周，不是傅元廷。你竟然知道？我早就知道了，可你不愿人知晓，我便装作不知罢了。娘，究竟发生什么了？你们到底在瞒什么？夫人，都事到如今了，还有什么可隐瞒的？也许你一开始就错了，他应该知道真相。当年碧霄宫大厦将起，那个日夜研制新法器，撑起整个宫门的不是傅承周，而是傅元廷。也是他和我的宗门联姻，才挽救了碧霄宫。所以你祖父便指定他为继承人，你父亲便心生不忿，要杀弟夺位，才被你祖父所反杀。这个傻子，为了保全你祖父和父亲的名声，瞒下了真相，甘愿让世人非议他、误会他，值得吗？事发之时，你还年幼，你母亲也不知真相，只是连夜带你出逃，却从此杳无音讯。可苍离，你知道为何傅家的家谱名册上没有你的名字吗？那是因为你的叔父想保护你，他要使你免于敌人的利用，免于仇恨的纷争，才将一切全都抹了去。可这么多年了，他一直在等你回家，你可明白？傅渊庭是你的叔父，不是你的仇敌，你可明白？现在你再告诉我这些，还有什么意义？我告诉你们，如今我所做的事，并不是因为家恨，而是仙盟必须亡。你不许杀害他们！和人族待久了，你也愿意帮着他。也罢，将来你会明白爹爹的苦心。要杀要剐，全都冲我来，此事与他们无关。你不要伤害他们。爹娘，阿宝，阿宝，阿姨，怎么回事？有人打开了密道伺候你的阵法，如何逃生？阵法一旦开启，便无人可逃出升天。江离还在里面啊，他帮了我们这么多，咱们恩将仇报是不是不太好？江离身为人族，
不会真正代表灵族的利益，他迟早会背叛我们的。不如早日铲除后患，让他和碧霄宫的人一起死。他们撑不了几时，此处炎昼结界最为薄弱，我们合力撕开它。哼，很好，待我们冲出结界，便从玄天门杀起。师兄，万仙阵结界几乎一毁，仅靠炎昼支撑，终会灵力耗尽。炎昼结界一破，便再也拦不住暗族了。莫想成败，守到最后一刻。是。明日半日。结界已破，杀出去！乾坤中静默的世界，明暗交叠的夜，我从混沌中来书写漫天风和雪，这凡军的轰烈，一剑划破日月。夜色沉淀，我心生灵所现。血之剑刺破黑夜，不负天命的书写。越过的热烈，劈开日月，不畏风雪，复制天下的炽烈，为战胜不顾一切。这一场轮回下，燃尽着一世花开遍。不知是否有暗族从两界山逃出？玄星他们还在万仙阵，我们去与他们会合。怎么了？暗语有些不太对劲。哼，酷人。谢神，又是他！快走！好久不见。你终于来了，阿朱。阿朱？是你吗？大哥哥。不对，你不是大哥哥，你是谁？你忘了我，却又爱上我的一部分。
这世间的事总是如此之巧，引人发笑。什么意思？当年我捡到你之时，你因补天而失去了全部的力量，甚至不能化为人形。日复一日，我以血魄灵力将你滋养，你借我之力复原，却在关键时刻背叛我，亲手将我送到了这里。日复一日，我以血魄灵力将你滋养，你借我之力复原，却在关键时刻背叛我，亲手将我送到了这里。看来如今你将一切都忘了。阿楚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人皇昭明，狂妄不堪，罪孽深重。今奉天意，将你镇于荣渊之下，永世不得出。我走的时候，你说会在家中等我回去，如今为何会出现在这里？我乃上古神器混沌珠，掌时空权柄，维系世间运转，怎么可能被你藏养于家中？你不是说你喜欢我，想要与我成亲，愿意与我相伴千年的吗？那不过是受你人皇之气滋养，为偿还你因果所言。我生于混沌，寿元无尽，千年于我而言也不过弹指一瞬。但如今，你为一己私欲上天弑神，狂悖不已，滥杀无辜，我便不能再如此纵容你。不，你不是阿楚，你是谁？果然一介凡人，难免贪嗔痴之意，事到如今还要自欺欺人。若我不是阿朱，难道世上还有第二颗混沌珠不成？天梯原为人界与神界沟通之桥梁，现因人皇昭明忤逆之举，天梯经起废除，从此人界再无登天契机。我被天命书镇压于地底，与此同时天梯陨落，从此之后有了荣渊，我也被镇压在这荣渊之下万年。万年之后，还是同样的脸，越是看着无辜，就越是歹毒。你既然来了，便让本尊好好想想，该如何报复你。当年我以血魄灵力滋养你，今日这血阵中，本尊要将原属于我的东西全部取回。混沌珠乃司辰神器，
掌控10支权柄，可回溯时空，逆转乾坤。当年的混沌神女是多么的高高在上，再看看如今的模样，如此狼狈不堪，连一个血阵都抵御不了。向我求饶吧，承认你的背叛，承认你的罪过，求我放过你。我只是我自己，并非什么混沌神女。你所说的一切，我也从未经历过，更没有你说的什么逆转乾坤的神力。但你要我向你求饶，做梦！做梦！真不知道谢雪晨看到你这样，又会是如何。你若有什么仇怨，冲我来，不要牵连于他。你心疼他。他已经来了。玄灵，谁让你来的？这阵法凶险，你快走！我带你出去。出去？你到底是谁？吾乃昭明。你是人皇昭明？你也是昭明。当年我一人一剑杀上天界，神族无一能与我对抗。若不是混沌珠灵阵背叛，本尊早已将神族屠尽，又岂会被镇于熔岩之下万年？近来桑奇修炼玉阙功，使得魔气异动，我才与你有所感应。我便知道，原来我竟有一魄留在世间。你我只是相貌相似，但凭何就能说我是你的一魄？君天，万年不见，已经变成如此模样。回来吧。这才是你原来的样子。你问我凭何？就凭我随时随地都能杀了你。谢晨，谢晨，强者没必要欺骗蝼蚁。我说你是，你便是。你只不过是本尊残留在人界的小小碎片。你这20多年的人生，于我而言也只是一瞬罢了。我是谁？不由天，不由命，更不由你。即便你是人皇昭明，是万年神祇，今日我也一定会从这里带走他。君天剑气力有万钧，落地竟毫无损毁。难道我们正处于他神识所造的幻境当中？眼前的一切都是幻象，实际上君天还在你手里。看来你似乎还活在万年之前，如今早已时移世易，一切都变了。谢雪晨，总有一天你会回来的。大家没事吧？可有暗族逃出？谢城主放心，无一暗族逃出。可刚刚收到传报。灵族突袭各派，雍雪城、玄天门、镜花宫虽已平息战局，可碧霄宫伤亡惨重。
爹娘，你们醒了。生儿，你怎么样？生儿，没事吧？没事，娘，我没事。毕孝公情形如何？灵族已经被赶走，毕孝公保住了。多谢盟主，万毕孝公于为王。二位好生歇歇，我去处理善后。余下的时间，好好陪陪他们。夫人，来，慢点儿。他们怎么样了？副公主与段长老以身强挡自毁法阵的攻击，肃清伤势过重，已经无力回天。眼下也只是回光返照罢了。最后的时间就留给他们一家人吧。江离已经被控制住了，我们去审问他。爹，生儿，要不是为了救我，你们也不会伤成这个样子。都怪我，要是我好好修炼，灵力再强一点，要是我早点发现江离他的真实身份。傻子，这事儿不怪你，你也不要自责。你这个孩子啊，从小就生性正直善良，又乐观豁达，所以这次你也不要去怪苍林，不要被仇恨裹挟。只是这接下去的路啊，可能真的要你自己一个人走了。娘希望你还是能像以前一样，每天过得开开心心、快快乐乐的。以后我们也不逼你去争什么盟主之位了，去他的吧。生儿，按照自己的心愿，快乐的活着。我不要娘，我要跟你们在一起。娘，生儿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你别这样，你这样，爹娘也不放心你啊。我不要。生儿，不要，不要。生儿，你长大了，爹娘呢？我不要，不想你看着我，你听话，你先出去吧，好吗？生儿，你就当我跟你娘去远行了，我还从来没带你娘远行过。好孩子，山高水远，若有牵挂，我们永远在这里。爹娘体变了一辈子了，临了临了，你就让爹娘体体面面的走。生儿，你别让爹娘走都走得不安心，听话。爹，娘，哎呀。
姐，去吧。哎呀，就这么干坐着等死，好无聊啊！要不做点事情？现在？哎呀，这么多年，我还是第一次给你梳头呢。还好意思说？梳不好，怕你骂我吗？袁婷，我是不是老了？你看，都长白头发了。别拔，越拔越多，给你藏起来。你看，是不是还是青春永驻啊？哎呀，转眼啊，都过了一辈子了。我还记得长老第一次带我见你的场景，好像就在昨日一样。哎，我就说你的眼光好，肯定是看中了我的容貌，所以才毫不犹豫地选择嫁给我，对不对啊？其实我早就见过你了。啊？我呀，偷偷的去你们碧霄宫看过比武。那场比试，你的师兄、师弟、师姐、师妹，每一个都把你给打趴下了，输的那叫一个惨。哎呀，丢死人了！不过话说回来，你确实是以貌取人。我只是在好奇，你说一个人怎么能输得那么惨，却还笑得那么开心，真是令人羡慕。我若是能跟这样生性豁达开朗的人长相厮守一辈子，那该多快活呀！咱俩这一辈子吵吵闹闹，大部分时间都是你在容忍我的坏脾气。这若是换做旁人啊，早就一拍两散了。袁婷，能嫁给你是我的福气。不，能娶你啊，才是我鸿运当头呢。那世人都在传，我是为了利益，为了联姻，才娶了你这个河东狮。他们懂个屁！他们哪里知道你的好？每次在外面，你都护着我这个无能的夫君，为了孩子深谋远虑。你呀，就是个敢爱敢恨，从来不在乎别人眼光的洒脱女人。和你相处越久，就越敬你，越爱你。
你们为什么不杀了我？若不是谢盟主有交代，我早就杀了你，来为我那些死去的同门报仇。谢盟主，我们想与他单独聊聊。是。我相信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灵族和阿宝，但你为何要听命于何仙我，甘愿被他利用？阿宝安全了吗？此次一战，人灵两族死伤严重，多少无辜者一朝毙命，殒为枯骨。你与碧霄宫本是渊源深厚，却亲人相残，骨肉反目。难道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？还是说，你当真认为何仙我所行之道是正确的？他并没有利用我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自愿的。你为何如此相信他？当初我和秀秀成婚之后，就有了阿宝。我不愿看他们母女二人沦落到被奴役的下场，于是，我便想杀光仙盟当中所有的伪君子，解救灵族。那日，我跟踪一艘载满灵奴的船，去到灵居岛。我想要杀掉他们的领头人，救出灵奴。奈何他修为高深，将我擒住。我自忖必死无疑，但他却没有杀我。你走吧。你为什么不杀我？我给你3次杀我的机会。我不知道他心中打了什么样的算盘，但我隐隐感觉他跟别的修士不一样。于是，我便跟着他，想要看看他究竟想做什么。他依照诺言，没有为难我，让我在岛中自由行动。我跟着他来到一家茶馆，多谢多谢。我发现那里面竟然全部都是灵族，甚至包含了我想救的那些灵奴。他们嬉笑送礼，你们知道吗？他们对何仙我的尊重和感谢都是真诚的。原来何仙我当时买下那船灵奴，是为了带他们到灵居岛来安家。道主，何仙我您别嫌弃，才是真正对人族和灵族一视同仁的人。我知道我误会他了，于是我便打算放弃刺杀。当时我只想回家，但他的手下却不让我离岛。那时我才意识到，
哎，他对于3次刺杀是认真的。第2次刺杀也失败了。是我误会你了，我会离开灵居岛的。没关系啊，你还有第3次机会。但我不想杀你了。人都要为自己犯下的错误付出代价。我没有办法，只能再去刺杀他。我和你无冤无仇，你要杀便杀，为何折磨我？我从没想过杀你，相反，我想帮你。帮我？你这明明是在羞辱我！你都不知道我要什么，你怎么帮我？你本名傅苍离，你的父亲是碧霄宫公主傅渊庭的兄长。因权位之争，你父亲被害，你母亲带着你逃亡在外，并为你更名改姓为江离。后来，你娶了一只秀宝鼠为妻，还与她生了一个女儿，名唤阿宝。你怎么会知道这些？你到底是谁？这几天你跟着我走遍了灵居岛各处，怎么样？你觉得如何？这里很好，人灵两族能够平等相处。但这终究不是我的家，我是不会留下的。如果我跟你说，我可以让天下都变成灵居岛这样呢？你要帮灵族，可你是人族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也是人族，但我的家人都是灵族，众生平等。可人族以为自己有了神窍，就可以肆意奴役、压迫其他生灵，这是错误的，是需要纠正的。我们也要为这个错误付出代价。即便你真的这么想，可就凭灵居岛的力量，怎么撼得动仙魔？怎么不可能？我看到了他暗中训练的灵族战士，这怎么可能打动你？怎么不可能？对于当时的我来说，他已经证明了他会对灵族好。我不在乎他的最终目的是什么，对我来说重要的只有阿宝和秀秀。我可以为他们做任何事。你不要拿我当借口。阿宝，我讨厌战争，我讨厌你杀了哥哥姐姐。我喜欢他们，如果没有他们，你就见不到活着的我了。阿宝，傅公主死了，大长老也死了，但是哥哥没有了爹娘。你所说的自由，就是让人灵两族不死不休吗？阿宝喜欢人族，和人族相处甚欢，可你现在的所作所为，不过是在将阿宝推入仇恨的深渊。其实你心里就根本没有阿宝和娘亲，你出去那么久，你只不过是为了杀人而已。姐姐，阿宝，是爹对不起你，爹让你受苦了。但你要相信，爹没有一天不想念你和你娘亲，我每一刻都想着与你们团聚。是爹没有，是爹没有，爹只是想给你还有你娘亲创造一个公平、公正的世界。
我承认，之前确实是仙盟太过激进。江离，你如果信得过我，我便在此立誓，从今以后，所有仙盟修者不再蓄养灵奴，将人灵一视同仁。如果你真的想要公平公正，想要两族永保太平的话，就告诉我，和仙我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并不知道他的计划是什么，但我可以告诉你，他想用混沌之力打开天梯，前往神界。莫非他想成神？我不知。何仙我待我恩重如神，我没办法帮你去阻止他。谢谢你救了我一命。我看你对阿宝还有木姑娘一直平等相待，我相信你。但我没办法相信其他人，我更不相信人灵两族之间这么多年的积怨能够轻易化解。我能告诉你的只有这么多了。更何况，我的确不知道他在哪儿。封印暗月，对抗堕神，援救仙盟，一刻都没有停过。谢雪晨，你累不累啊？这一路你也一直与我同行，你累不累？累自然是累啦，但谁让我选了你呢？不管多难多险，你都不能抛下我。荣渊之下堕神苏醒，也不知道他说的话是真是假。无论真假，谢雪晨，你要知道，无论是大哥哥，还是那个堕神，他们都不是你。在我心里，你不是任何人的附属或者替代，你是独一无二的谢雪晨。我的谢雪晨。可事情看似告一段落，实则并未解决。暗域的封印只是一时的，只要心魔不灭，暗族破封印而出是早晚的事。还有何仙我，也不知为何，不知所踪。他谋划多年，必是有所企图，不可能无缘无故放弃一切离去。谢城主，如此行色匆匆，出何事了？秋明不见了。不见了？怎么回事？净化宫传来消息，说秋明带人清理战场之后就不见了。他会去哪儿？会不会出事了？高修士醒了，这是今日新倒的茶，高修士来一起尝尝。我怎么会在这儿？当日星辰谷，最后留下的只有5个人，除了已死的桑琪、素公主，剩下的便是雪晨、
穆姑娘和高修是你。此番大战，何县我不知所踪，可他一直盯着混沌珠，必定会找知情人逼问，而高修是你便是其中之一。是以雪尘让我秘密护你在此。那现在外面情况如何？仙盟有击退灵族吗？暗族加入了战局，形势反转，人族溃败，死伤无数。眼下急需混沌珠，需借助混沌之力重建万仙阵。谢雪尘会看好混沌珠的，该怎么用，自有他的考量。还请南庄主立刻送我回镜花城，我不能看着暗族屠戮人界。所以说，混沌珠在谢雪尘手上。混沌珠在谁手上，我并不清楚。南庄主跟谢雪尘是知交好友，这个问题你不应该去问他吗？那若是南某偏偏想听高修士讲给我听呢？南庄主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高修士，你在害怕？我有什么可怕的？难不成南庄主还打算对我动手？高修士说笑了。南某只想请高修士赏一幅画。这幅江山图是南某信手所画，画中山水花鸟齐备，可总觉得缺了些灵魂。我才疏学浅，不懂赏画，先回镜花宫了。南虚月，你想干什么？哼，高修士好像有些激动啊，不如再睡一觉吧。扇中镜，画中人。这片山水天地，有你一人独享，总该是满足的吧？南庄主未免也太不怜香惜玉了些。你方才听到了，混沌珠在谢雪尘手里。但我倒有些好奇，桑琪和高秋明立场完全不同，甚至是仇敌，却都默契的闭口隐瞒。他们想要保护的，究竟是混沌珠，亦或是某个人？还是说，混沌珠就是这个人？何仙我打消你的念头。我说过，你敢动他，我灭你。南庄主是不想去那梦中之地了呀？梦中之地，眼前之人，若二者不能兼得，我保后者。即便这眼前之人屡屡为了谢雪尘而无视你的心意，甚至妨碍你的计划，不错，的确是好茶。混沌珠是开启天梯的钥匙，只要天梯能修复，最后我可以留他一命。不过南庄主，你该不会连伤他分毫都舍不得吧？若我当真，就舍不得呢。那你为何又不愿杀谢雪尘？我早便同你说过，
谢雪晨的存在是个威胁，不仅对你我来说是，对穆玄灵也是。只要谢雪晨在，穆玄灵就会一次又一次的陪着他以命犯险，说不准哪天就死了。你既要保穆玄灵，何不同我一起杀了谢雪晨？你们是说秋明的失踪跟何县我有关？传盟主令，全仙盟通缉何县王。不仅要通缉令，我还要万金悬赏。不管多少金，我都要把秋明找回来。他不会有事的，别乱了心神。乱心神？我跟高秋明什么关系啊？我最讨厌他了，他最好出事。是吗？当然了。你其实不恨他，对吧？小时候的仇，谁还会真记一辈子？这场大战，死的人够多了。高秋明，我不许他死。